大家好，我是阿斐。大禹究竟是怎么瓦解三苗的呢？如果按照后世的想象呢，他应该是率领千军万马，手持青铜兵器，然后一路南征北战。然而从考古的证据来看呢，4000多年前真正成熟的青铜时代呢，其实还没有全面的到来。那时候的青铜呢，更多的还是礼器跟装饰品。若把上古的战争想象成后世王朝那种铁甲、战车还有青铜剑的全面征服，那可能反而是偏离了历史的真实样貌。也许呢，大禹真正厉害的地方呢，根本不是武力，而是极强的学习和吸收以及整合不同文明的能力。那听起来很现代，对吧？没错，如果放到今天呢，大禹或许更像是一位极度擅长文明融合的战略家。那他究竟学习了什么，又融合了什么，足以让南方那些延续了千年的神权部落，最终走向深刻的历史洗牌？而故事呢，要从长江三角洲上海最南端发现的一条神秘井带开始说起。那几年前呢，复旦大学的李辉教授呢，在上海奉贤金汇镇呢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当地的一些老年妇女呢，至今仍然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编织习俗。那他们会在女儿出嫁的时候呢，亲手编织一种特殊的锦带。而这些锦带上呢，竟然出现了一套极其神秘的符号系统。那其中一条呢，是来自白沙村的一位沈奶奶保存的老锦带。上面的2个符号呢，立刻引起了李教授的注意。因为他们竟然和5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现过的刻画符号高度相似。那更耐人寻味的是呢，这2个符号呢，跟后来的甲骨文上的真与复在字形结构上呢，是惊人相似的。那根据沈奶奶的回忆啊，这些符号是她在1960年代从母亲那里原样抄录下来的。其中真代表美好，复则代表土地。而在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中呢，类似的符号同样被刻在了象征权力的石月上面。那还有一点很奇怪的是，因为这些锦带呢，并不是普通的装饰品，它们大多呢是出现在婚嫁仪式上，由母亲传给女儿，而且只在女性之间秘密流传。那对于男性来说呢，则是完全的保密。在过去呢，金汇镇呢几乎每位妇女都会编织这种锦带，但这项传统呢，在40多年前呢便突然中断了。更关键的是啊，当地还保留了一种特殊的习俗，老人去世后呢，这些锦带往往会跟随着遗体一起火化。也就是说呢，这套神秘的符号呢，其实是一直在不断的消失。那凭借着人类学家的敏感，李教授呢开始对金汇镇的居民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当地的居民的 OEA-M119 基因呢，占比竟高达50%以上。没错啊，这正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良渚先民还有南岛语族非常核心的一支基因类型。更重要的是呢，白沙村跟庄桥坟遗址的距离啊，相距不到50公里。人群没有明显的断裂，居住地区也是高度的重合。那这意味着这套神秘的锦带符号很可能真的是从良渚时代开始一路传承到今天。那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后啊，李教授立刻联合复旦大学的学生啊，对这批锦带展开了抢救性的保护。最终呢，他们整理出了600多个字符。但更有意思的是啊，我在湖南江永也见到过一种很神秘的女性文字，它就是著名的江永女书。而江永呢，恰好就在传说中的顺地岭附近。那这种巧合啊，本身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那只不过啊，女书跟锦带书并不相同。就关于江永女书呢，它就是有几种说法，各种起源的说法，就是它有可能也是那个古越人以前用的文字。写出文章千万行。江永女书呢，属于表音系统，一个字呢是对应一个读音，而锦带书呢更像是一种古老的表意符号。也就是说呢，一个符号可能代表一件事情、一个概念，甚至是一段特殊的含义。那比如某个符号可能就是代表打猎。
那虽然一个是表阴，一个是表意，但是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女性命符才是它们真正的核心。那这也不禁让人开始思考这些只在女性之间秘密流传的，曾经刻在象征权力的石月上的符号，究竟在保守着什么秘密呢？它们背后会不会隐藏着某种极其古老的知识，甚至一直追溯到5000年前那个早已经消失的良渚神权世界？那我们把视线拉回到5000年前的良渚时代，在部落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之前江南地区可能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母系社会遗风，那是一个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增加、气候波动，还有部落间的冲突愈发的频繁，东亚世界开始慢慢的改变了。比如之前提到的大汶口文化南下，还有江苏花厅遗址爆发的激烈冲突，再到后来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大战，战争开始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秩序。而当战争越来越频繁，原本依靠婚姻血缘维系的母系联盟也开始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于是整个东亚的社会逐渐开始向父系权力结构转型。而真正压垮良渚的，或许不只是战争。距今约4300年前良渚遭遇巨大的洪水，庞大的水利体系开始崩溃。那到了4000年前又进一步进入北旱南涝的极端气候期，北方缺水，南方洪灾泛滥。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北方势力开始再次向南推进。那这一切和大禹真正的底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别急，我们先把地图展开。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人群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南迁，其中一部分人进入了江汉平原，而那里很可能这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尧舜禹征三苗的核心战场石家河文化区。而另一部分人则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进入了长江下游。那其中包括了后来与大禹神话关系极深的浙江会稽山一带。而考古学家也在这里发现了外来文化的楔入。那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上海广富林遗址中原本属于良渚时代那些精致华丽的玉器、大型祭祀痕迹开始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偏向北方龙山文化风格的灰陶跟实用器物。文明正在悄悄地换代，这不只是器物风格的变化，更像是一场南北族群信仰跟权力结构正在同时发生的大重组。我们再来看看上书中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记载：帝命大禹征伐有苗，3旬，苗民逆命。意思是大禹率军南征30天，依然没能平定有苗。那这其实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件事情，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成熟的青铜军事体系，武力是极其有限，尤其是面对湿热的丛林、复杂的水网，还有熟悉当地环境的南方部落时，单纯的依靠军事征服是很难建立长久的秩序。那就在这个时候大臣伯益提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建议。上书记载：唯德动天，无远弗届。那意思是德行的影响力是没有达不到的远方。这或许是引起了大禹的深思，真正能让远方部族臣服的未必是武力，而是能被对方接受的秩序。于是大禹改变了策略，他不再只是征服，而是开始学习、接触，甚至融入南方世界。史书后来记载，7旬有苗革，也就是说有苗最终归顺了。当然，70天归顺天下很可能是带有后世儒家的修饰，但它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线索，那就是4000年前的东亚已经进入了一场气候大崩溃的时代，北方干旱，南方洪灾，所有人真正面对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活下去。而大禹可能正是第一个意识到，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要融合的人。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娶涂山氏之女。那这件事后世只是把它当作神话，
但问题是，古书为什么要反复的强调涂山氏呢？涂山到底在哪里？那很多学者认为啊，它就是在今天的浙江会稽山一带。而更有意思的是呢，在一些古籍中记载，会稽山在被大禹改名为会稽之前呢，原本还有很多名字的，比如苗山、茅山，还有涂山。这或许意味着良渚崩溃之后呢，大量的南方部落开始向山区聚集，而会稽山呢，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那如果当时的江南地区呢，依然保留着母系传统，那么来自北方的大禹呢，加入涂山氏部落以后呢，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其实就是从期居，那也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入赘。比如直到今天呢，台湾阿美族呢依然保留着类似的制度。在阿美族的传统中呢，男性婚后呢是必须迁入女方家族生活的，而在正式成为家族成员之前呢，往往是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劳动考验。他必须替女方家耕作、劳动、工作，借此证明呢自己的能力跟勤奋。那即使完成了婚姻啊，土地与家族的核心权力呢，依旧掌握在女性长辈手中。男性呢，并不真正拥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如果放回这种母系社会的背景啊，那么后世记载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13年不回家呢，也许根本不是后世儒家塑造的那种圣王苦行，而更可能是呢，他正在以一位外来入赘者的身份，接受涂山氏部落的长期考验与观察。那所以呢，这场婚姻真正重要的可能从来不是爱情，而是取得南方神权体系的接纳资格。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了所谓的大禹治水，或许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神迹，因为早在良渚时期呢，长江下游其实早已经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筑堤、排水、疏导河道，那本来就是南方居民世代累积的生存智慧。尤其在洪水频繁的江南，大型治水工程呢，很可能本来就是整个部落共同参与的集体劳动。那而来自北方的大禹呢，真正厉害的地方也许不是发明了治水，而是他如何把不同部落的技术、信仰还有劳动力重新整合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而这才是真正的借治水来治人。那这时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如果江南本来就懂得治水，那么大禹为什么还要四处去寻找所谓的治水宝典呢？吴越春秋记载，大禹在衡山杀白马祭祀，那依旧是一无所获，最后得到赤袖衣男子的指引，才在会稽丸尾山发现了精简玉字之书。那这些故事呢，看似神话，但它或许都在暗示同一件事情。大禹真正寻找的，可能从来不只是工程技术，而是一整套天象、历法、祭祀、治水以及统合部落的神权知识。而这一套知识的传承者呢，会不会正是那些编织神秘符号、掌握祭祀、财产、话语权，也就是拥有部族最高权力的南方女长老？那随着现代古 DNA 技术的发展，我们发现呢，良渚人的 OEA 基因呢，后来竟然一路从台湾、菲律宾、印尼飘向了太平洋的深处。顺着这条线索呢，我在印尼的南岛语族中找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直到近代呢，那里依然保留着母系社会的遗风，那就是南堡 Lampau。 而真正让我震撼的呢，是那里女贵族的形象。你看她们头上的黄金头冠，还有双手那种如鸟爪般细长的金属指甲套。那一瞬间啊，我突然就想起了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那种介字形的头冠，还有那种神性，那种介于人与鸟之间的气息，竟然跨越数千里，再次出现在南岛世界里。而更关键的是啊，他们身上的织锦，那些华丽的 tapis， 并不是装饰。很多南岛民族的传统织物啊，本身就是神话、祖灵还有祭祀知识的载体。那只有特定的阶层呢，才能掌握。这也为解读神话细节提供了更多的现实依据。那让我们再次回到神话，吴越春秋呢还记载，赤袖衣男子呢告诉大禹，若想得到山神的宝典呢，
必须先斋戒3个月。于是呢，大禹退居深山。3个月后呢，他打开鱼穴，得到了传说中的精简玉字之书。这个石头下面呢，就是这个洞穴了。可惜我没有咒语啊，让它飞起来。也只有大禹才知道。《太平寰宇记》里面还记载了鱼穴可以通到湖南的苍梧，也就是圣帝陵的所在位置，很诡异的巧合啊！洞穴、斋戒、秘传还有经书，如果我们拨开神话的外衣啊，就会发现这段故事其实非常像前面提到的母系社会阿美族的入赘考验。大禹真正得到的也许不仅仅是书，而是被允许进入涂山氏氏族的资格。而这种资格呢，很可能必须通过部族长老漫长而严苛的考验才能获得。而也正是这段时间里呢，大禹第一次真正接近了那些原本只在女性之间秘密流传的知识，包括涂山之女身上那些象征身份、婚姻与神权传承的锦带书。也许后世被称为精简玉字的秘密，根本不是竹简，而正是那些被编织进锦带之中的古老符号。在许多保留母系遗风的社会中啊，真正掌握祭祀跟神权核心秘密的，往往是部族中的女性长老。外来的男性啊，即使成为部族的一员呢，也未必能接触核心仪式，甚至连观看祭祀都可能受到限制。而在这种背景下呢，后来的道教早期经典《洞神八地元变经》中呢，也出现了一段极其耐人寻味的记载：禹治洪水，治南海之滨，见一神鸟，能进宙，令大石翻动。此鸟进时，常作事部，禹遂摹写其形，令之入数。注意最后一句，禹遂摹写其形，不是谁真正传授给他，而是大禹在旁边看，然后偷偷的模仿。最后那套步伐呢，他融入了自己的体系里，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禹步。那直到今天呢，你仍然能在部分的南岛民族祭祀中呢，看到类似的画面。祭司披羽而舞，模仿鸟的姿态，跟祖灵沟通。那么这是否也是暗示着呢？大禹当年很可能曾经逾越部族的禁忌，在涂山氏的祭祀现场呢，偷偷地观察那些原本不属于他的秘密。那观察他们如何祭祀，如何观星，如何推算季节，如何组织大型部落，那甚至偷偷地模仿那些跟祖灵沟通的步伐。那也许大禹真正可怕的地方啊，从来不是武力，而是他愿意放下北方征服者的身份，走进南方的神山、洞穴跟祭坛，像一位学生一样潜伏、观察、学习，最后再把这套古老的神权重新包裹进新的王权秩序之中。而当时的长江下游呢，部落林立，单凭掌握祭祀跟历法就想成为天下的共主，显然并不容易啊。新的秩序啊，也必然伴随着冲突。于是古书中开始出现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伐三苗、伐共工，还有杀防风氏。但真正耐人寻味的呢，是墨子中一段记载。书中说啊，大禹征伐三苗的时候，有神人面鸟身，奉归以示，20有苗之祥。那战场上啊，竟然出现了一个人面鸟身的神人。如果我们把神话重新放到现实当中啊，我们会发现，这或许并不是神怪，而是那些佩戴羽冠还有身披鸟羽的南方祭司。那这意味着啊，在大禹的阵营当中呢，很可能已经出现了部分的南方部落酋长还有巫师阶层的加入。当战场上的三苗部众呢，看见对面竟然出现了自己熟悉的图腾跟祭仪时，军心开始动摇。这或许也是古书中所谓的苗师大乱背后的真正历史投影。大禹的成功呢，或许不只是武力上的胜利，更是一场文明层面的重新整合。后来呢，大禹开始重新整合南方各部，于是出现了另一个很著名的事件：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那很多人认为啊，这只是迟到被杀的故事，
但在上古政治中啊，这更像是一场象征性的权力表态。防风氏呢，本来就是东部沿海的重要部族首领，而当新的天下秩序开始形成时，他的迟到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抗拒。而大禹则选择用斩首示众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啊，确立新秩序的权威。这也让后世《山海经》中留下了防风氏后裔向大禹复仇的传说。那可以看出啊，上古王权的建立从来不只是战争，它同时涉及神权、血缘、联盟、祭祀，还有对天下秩序的重新定义。而最意味深长的，或许还是涂山氏的故事。神话里说啊，有一天涂山氏去给大禹送饭，却突然看见大禹化成了一头巨熊，他愤而离去，最终化为石头，而夏启则从石中诞生。这当然不是历史的本身，但神话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总会用最荒诞的方式记录文明真正的转折。那如果我们把这段故事重新放回到上古神权时代的语境当中啊，那么涂山之女的愤怒啊，或许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她看见了大禹破戒，她开始掌握甚至使用原本只属于涂山氏巫师阶层的神权力量。而化熊呢，或许正是某种古老巫术仪式的象征残影。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啊，而熊图腾呢，本来就与北方父系氏族呢存在深厚的联系。于是这整段神话呢，仿佛就在隐隐地讲述同一件事：一个新的父系皇权时代正在接管南方古老的母系神权世界。涂山氏呢，化为石头，或许象征的正是旧时代的终结；而夏启的诞生呢，则代表一个全新秩序的开始。后来舜死于苍梧，禹崩于会稽，后世儒家呢，逐渐将舜与禹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圣王。他治水的故事呢，被一代代的传颂。但那些关于禹冠、巫术、神山、祭祀以及南方古老神权文明的痕迹呢，却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的深处。只有某些秘密符号呢，仍然在女性之间呢，悄悄流转了千年。也许大禹真正征服的从来不是洪水，而是如何将南方延续千年的神权世界呢，重新整合进新的王权秩序之中。而那些来自良渚的古老智慧呢，它也从未真正死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被重新写进了华夏文明最初的骨架里。